观众朋友们，大家好！2023年8月19日，应游戏科学的邀请，参加了《黑神话：悟空》的线下试玩会。这一天参加试玩的主要是媒体和 UP 主，人数整体在40-50人。在8月20日，会有1000名玩家在这个场地轮流试玩《黑神话：悟空》。在19日是媒体日，我们是可以在现场对游戏的内容进行录制的。而编号 C13 就是我试玩的机器。每个试玩台都准备了八爪鱼3作为试玩的手柄。显示器统一采用了 4K 32寸160赫兹的 ROG 的 XG32UQ， 显卡采用的是英伟达的4070和4080。黑神话：悟空是一款以《西游记》为题材的 ARPG， 从2020年8月20日第一次曝光就引起了无数玩家和媒体的关注。2023年1月宣布，游戏将于2024年的夏天发售。游戏在玩家中的期待度可以用炸裂来形容，对这款游戏的质量充满了好奇和疑问。我既然玩过了这款游戏，我就从一个玩家的角度分享一下我对这款游戏的初步看法。而这些问题的来源是我 B 站的观众们。问题一，我个人对这款游戏怎么看？如何评价？以 MC 网站评分为例，我能给这款游戏打多少分？我曾经就在一些场合说过，作为一个新团队的第一款游戏，和一些已经有着10-20年历史的游戏系列进行对比是不公平的。但是其采用的虚幻五引擎带来的画面表现，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到了。操作的流畅度以及敌人的设计，个人大胆预测这款游戏的保底分数是80分以上，并且是放下国产游戏这个 buff 来预测的。虽然和一些成熟的知名的动作游戏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但是可以说战斗系统已经比较成熟了，起码其设计思路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在传统游戏的基础上有着自己的想法和创新。接下来就是有足够的敌人分布、BOSS、剧情、角色成长、场景的绘制以及数值的调整，填充游戏的内容。毕竟是一款开发中的游戏，我所体验到的内容也比较有限。战斗系统我会单独出一个视频给观众朋友们介绍。我个人预测雷掉的可能性很小，厂商还特地和我说该怎么说就怎么说，不怕批评。此次大规模线下测试直接面向普通玩家，在玩家的声音中寻找不足，并且留出足够的调整空间。战斗风格是怎样的？更像哪款我们熟悉的游戏？游戏内主要是1对1的战斗为主，这一点比较像魂类游戏，较少出现1对多的战斗场景。杂兵战方面，我试玩的过程当中经历过3个敌人同时向我们进攻，也会布置一些墙角阴皮怪出来阴我们。战斗节奏方面比较偏向于魂类游戏，而在战斗的过程中可以搭配4种法术，并且可以在类似魂系中火堆的地方进行切换，这一方面又比较像战神。法术的搭配和使用对于一些 BOSS 战来说可以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画面中使用铜头铁臂硬刚敌人的攻击，法术消耗左下角的蓝槽，不同的法术 CD 时间也不同。在我们受到伤害想保护自己的时候，可以释放安身术，画一个火圈，在里面敌人一般不会进攻我们，可以进行补血。此处十字键切换为戳棍法，释放右下角的3个圆点。这个计量槽什么名字我忘记了，但是采用普通攻击和闪避可以长这个计量槽。释放后又切换到方向键左为劈棍法，3种棍法的切换又很像人王的驾驶切换。我个人感觉7分像魂类的慢节奏步步为营推进式的战斗，2分像战神系列的法术搭配选择，1分像人王的棍法变化。但这么解释观众们可能比较好懂，但不是说黑神话：悟空是模仿那些游戏里面的某一个系统，可以说是融合之后有了自身的特色的战斗系统，整体玩起来的节奏更像是魂类游戏。关卡设计如何？游戏难度如何？难度不低，试玩一共提供了5个 BOSS 和数个兵种的杂兵战。部分杂兵战可以像魂类游戏一样跑图过去，但是会错过一些收集要素。每一个 BOSS 的强度也会逐步提升，想乱棍打死老师傅绝无可能，必须时时刻刻沉着冷静地预判 BOSS 出招，寻找攻击间隙，搭配招式产生输出。翻滚是主要躲避敌人攻击的方法。根据工作人员介绍，游戏会有其他方式平衡游戏难度，个人猜测可能是装备、道具或者是角色的成长。那具体怎么成长，这个试玩版就没有提供了。是否包含解谜要素？我玩到的这个 demo 起码没有什么解谜要素，场景互动元素也比较少。我个人也没有问他有没有解谜要素。我个人玩这一类动作游戏，可能排序是画面的规格、战斗、剧情、演出效果。画面效果如何？优化怎么样？游戏使用的是虚幻五引擎，画面怎么样？观众朋友们自己用眼睛看就知道了。在虚幻五引擎和英伟达的支持下，
游戏支持实时光线追踪，并且我们现在的游玩的版本就已经支持大力水手3了。游戏的开发过程中，一般是按照最好的效果去做，然后逐步降低画质，优化低配置下的帧率和画面表现。我整个游玩过程中有少数几个地方可能因为加载的原因产生过瞬时卡顿，整体的游玩帧数是比较稳定的。毕竟这还是一款开发中的游戏。从工作人员处得知，他们有专门针对低端显卡做适配的计划，目标是希望1060 钛可以流畅运行这款游戏。那么是30帧还是60帧呢？我就不知道了。起码游戏科学表明他们不会舍弃低配置的玩家们，现阶段是没有准确答案的。有没有剧情相关的内容？音效、音乐、配音怎么样？游戏还没有发售，怎么可能有剧情相关内容？音乐、音效和配音，因为现在有我解说，观众们可能看得不是很清楚，那我就闭嘴几秒。配音方面2个字：顶尖。发售日是什么时候？是否会有典藏版？之前公布的是在2024年的夏天。个人猜测，这么好的美术不出一些周边典藏版什么的，就太亏了。游戏流程的推进是线性的还是开放式呢？整体的推进是比较线性的，但是观众朋友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场景是一个箱庭式的关卡，或者说是一个有多条分支、有很多条路会走回头路的，类似于迷宫的一个地方。分支的路会有一些 BOSS 啊、补给品啊、收集品。商业模式是怎么样的？放心吧，纯的单机买断制。是否支持难度选择？现在我们玩的这个版本是不支持的。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大几率不会有难度选择。是否有快速移动？可以传火。游戏里面有类似于火堆的地方，就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都有它的名字。而现在我们所处的地方叫做千花谷啊，不是花千骨。调息就是休息回血，缩地就是传送，法术整备就是切换法术。收集要素多吗？游戏里面是可以直接收集到一些药材的，比如说可以把身上的毒的效果给去掉。这些收集要素也是让我们在这些场景里面探索的主要动力。量大不大就要看正式版了。物理交互和碰撞设计如何？如果你想说和塞尔达比怎么样，那完全不是一个类型的游戏。黑神话悟空我现在玩到的版本主要还是以战斗为核心玩法的游戏，关卡会有明显的边界，也没有什么攀爬要素，一个跟头10万8千里，爬个毛线。战斗是否爽快？个人玩下来的感觉是没有任何的爽快感，它不是 ACT， 没有什么逆天的 AOE 技能，也没有连续困住敌人的连招，更多的是寻找攻击间隙和法术搭配。游戏将在哪些平台发售？ PC 版是肯定有的，主机版 Switch 独步战。3年前的那一段游戏实机展示，让我们玩家看到了国产3A 游戏的曙光。但是坦白的说，其开发体量、规模、团队经验不可能和一些动不动就大几百、上千人的团队制作出的产品相比。但是从国内外的资本、媒体评价和玩家的期待度，结合本次实际游玩后的感受，从最终展现的效果来看，我个人是满意的。由于我是当天往返上海和杭州，还来不及制作战斗系统的详细介绍，后续我会出一期关于战斗的，尽量让没有办法玩到这款游戏的观众们能够理解这款游戏的战斗系统。也是因为保密协议的原因，视频发布当天我不能完整的展示完整的游戏流程，等几天就这几天，好吧？如果喜欢本期节目可以帮忙点个赞嘛不必当然更好，一键3连当然更好，不要忘记点关注大家拜拜啦，拜拜。